10月发表会来，这次应该是发表会邀请函里面剧透最多、最明显的一次。那到底会有什么产品呢？大家朋友，连我刚刚才录完一段 iMac 的这个影片，那马上要全部删掉，因为这个发表会出来，我看到这个邀请函里面有很多玄机，然后让我对这次的产品的观感或是预期期待有很大的改变。本来觉得应该顶多是个小更新，但是上面写 Scary Fast， 那当然这几个字的用法在接近万圣节的时期推出，有很多的这种不一样的说法可以去说它。但是如果再推出 M2 的话，在这个阶段应该也不算 fast 的吧，也不 amazing 了。难道是 M3 Pro 是 M3 Max 吗？那我们直接开始讲吧。好，那我们先预告11的时候，我们会有非常特别的优惠活动。那当然是跟我们信任的品牌还有电商一起做配合，推出这些优惠给大家，全部都是 iPhone 啊、Mac 啊、Apple 相关的配件。那像是先前团购大家很爱的 MagSafe 行动电源，那还有稳定的快充头和高速传输跟充电的快充线，那这些都是经过我们过去几个礼拜的测试，已经确认没有问题的东西。那再还有笔电架啊、手机壳啊，很多品牌甚至家用配件可以让你选。那在111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些优惠先开跑。那因为很多东西卖完为止，很多人可能你不想等到111当天，可能现在就要用这些东西，你又想要先拥有、先拿到的话，如果在这个影片录完前，这个优惠的页面已经弄好的话，我会再把链接放在下方。那不然你是急着需要拿到产品的人啊，或者不想等的人，就可以先去购买、先拿到东西咯。好，那首先先来看这个邀请函我觉得它里面透露非常多的玄机在里面。这一次应该是所有邀请函里面最好猜的一次。那首先我们先说它这个配色是有点暗色系，那这种暗色系代表就是比较偏 Pro 系列的产品。那从早期的 PowerBook 对比 iBook 来讲，我们看到他们设计上这样的差距。那到比较近期的，像是 iMac Pro， 当年也是走这个暗黑系列的设计，但是它整个配件的配套全都是走这个同样设计。那这样还不止你看到下面写的字 Scary Fast， 然后这个动画会再慢慢变成一个 Mac Finder 的脸。那这个根本就直接剧透啊，不太可能说变成一个 Finder 的脸，然后出一只 iPhone 或是 iPad 出来吧。那当然 iPad 或许有可能，但它主线的产品一定是 Mac相关的东西。那上次影片我们讲到这个 iMac 没有，这个可能是后来删掉的影片啦。就我本来在讲的时候，可能是 iMac 的一个小更新的部分。那这个不太可能用 Scary Fast， 也不太可能用这样的色调。那如果只是 iMac 的小更新，根本也没有必要办一个特别的发表会。那如果我们现在到苹果官网，我们会发现14寸跟16寸的 MacBook Pro， 他们很多的型号都是要到11月中左右才有办法出货。另外呢，虽然说那个24寸的 iMac 没有什么缺货的状态，但是那一台毕竟已经出来非常久，而且它还是停在 M1 的处理器。所以呢，我觉得那一台 iMac 也是非常需要做个处理器的更新，但会不会是 Scary Fast 的重点？那我们就要讲回来，我们一直期待这个大型的或是iMac Pro 的改版，这次会不会终于推出？那或者即使只是一台 iMac 给我们大一点萤幕，我都会非常开心。不然整体来讲这个邀请我觉得它巨头算是蛮多的，也让我们锁定就一定是 Mac 的产品，也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处理器的产品。那我自己是怎么想呢？首先我们先讲处理器的地方。那我们在 iPhone 15系列推出的时候，尤其在 Pro 系列这个 A17 Pro 的处理器上面，我们就有说到，你这样的效能，如果你今天是放在不论是桌机、笔电，甚至是 iPad 上面，它有更大的散热空间的情况下，我们就蛮期待说这颗处理器它真正的效能可以发挥到哪里。那当然你放在 Mac 上面就不会叫做 A17 Pro， 那它虽然是同样的架构，但可能在它的核心数啊，还有它 GPU 都会是一颗更强的处理器，完全为了电脑所打造。那自然我们会去想说，一定是下一个世代 M3 系列的处理器。而且我个人觉得，当然也是在这个比较高端，像是 M3 Pro、M3 Max 的部分是更需要加强的地方。那同时呢，他们在 iPhone 15 Pro 上面发表的时候，强调这些3A 大作。那但你在手机上面怎么玩，都会是有些限制存在啦。那他们有可能在这次在电脑上面展示出来，它能解放出什么样的效能，尤其是搭配这个新世代的处理器。那但对于发表会产品的期待这个是我个人私心的一个，你说许愿吗？或者也非常不客观的这个需求。我会觉得这一次会有 M3， 而且是不止 M3， 而是有 M3 Max 高端系列的产品。不然 Scary Fast 是在 Fast 什么 M3 说 Fast 其实也不太说得过去。所以我觉得至少了14寸跟16寸的 MacBook Pro， 那同时会更新到 M3 Pro 跟 M3 Max 的版本让你选择。那如果这个时候它在 M3 这种入门版本的处理器一起推出的话，那像你现在急需要更新的 iMac 就可以先更新到直接跳到 M3， 然后 Mac Mini 也可以更新到 M3啊，或是至少给到 M3 Pro 的版本。那我觉得这样给这两台都会非常的够用，那让别人可能有买 iMac 或者买 Mac Mini 有这种桌机需求，同时也想要有强效剪片效能的话，都可以使用。那至于 MacBook Air 会不会一起更新到 M3
M3呢？因为毕竟也是几个月前才更新到 M2， 那我觉得就看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它产品线的区分嘛，可能 Air 让它停在上个世代入门的处理器，那他们再可能会出一个 Pro， 就是可能不是像现在14寸、16寸的 Pro 这么顶级、这么厚的一台，可能也是偏稍微轻薄一点的 MacBook Pro， 但是里面放进 M3的处理器，那让 Air 跟 Pro 系列有点价格的差距。那同时用这个处理器的世代去做划分，那我觉得以近来苹果他们在产品线里面切的非常非常细，你看 iPad 就知道。那我觉得那种可能性也是有，但是如果是那一台 MacBook Pro 的话，对我个人而言就但期待值不会那么高啦。那我们刚讲的 iMac Pro 这个其实也是大家敲碗多年，那我自己也是从当年应该说对这个产品的期望值慢慢降低到已经觉得说，它到底会不会再推出新的一代？但是这个邀请函的颜色就让我燃起了这个一线希望。因为我们工作室有这样的产品，或许也蛮适合的，但我希望它萤幕至少要27寸以上，就是以上哦，就是我希望有更大的，比27寸还更大的版本。那我觉得里面作为一个桌机，至少要有 M3 Max， 那有时候或许它配到 M3 Ultra 更大的风扇去做散热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然后整体这个暗黑的设计，然后配上它全部的配件、键盘啊、滑鼠、轨迹板都一起做这样的更新，那我觉得是超美。那既然我们讲到配件，那下一个我觉得很大一个需要更新的地方就是它的配件的地方。那现在给 Mac 的配件，你说这些滑鼠、键盘、轨迹板的话，它们上面充电方式都还是使用 Lightning 嘛？那苹果现在全面更换到 USB-C 之后，我觉得他们全部的配件也会一并做这样的更新。那你说设计上会不会做什么很大的更改？轨迹板好像没有什么必要。那键盘我个人也觉得没有很好用，可是苹果的键盘好像一直不是以这种打字的舒适性为出发点，它就是整体设计的美观为出发点。那至于这个滑鼠它充电方式要不要改变，这个我不知道，我已经放弃那个部分了。那我个人也不会去用他们的滑鼠，我觉得有很多更好的选择。那虽然他们滑鼠真的很漂亮，但是就是实用性对我而言觉得真的还好。那我们刚讲到新的 Mac， 很多观众也问我说会不会有一个设计的改款，那尤其是在 MacBook Pro 的地方。那我们排除那一台可能比较入门版放 M3 的 MacBook Pro 来讲，那一款当然可能会是一个全新的设计，但是以这个比较高阶版的 MacBook Pro 来讲，现在才第3年嘛，那我觉得第3年要有一个大改款，可能性好像不太大，可是小改款是有可能。那以我个人期望的话，可能在荧幕上面的这个刘海，让我小抱怨一下，我称赞它几乎99%的地方，这个刘海它没有 Face ID， 然后它的 FaceTime Camera 又是只有 1080p， 那我不太懂这个刘海占那么大的空间意义在哪里。那我到现在还是有非常多工具类 App 的使用，它会被挡到。那有时候它被挡到，它就是完全消失，你到刘海下面去点，它也点不到它。那这点我是希望你不管你如果觉得放入 Face ID 不合理的话，那这个空间要怎么让它缩小一点？我觉得是很合理的要求吧。那至于设计大改款，目前的传闻是在2024年到2025年之间，所以是明年底或是后年。那我个人觉得设计部分这个是还好啦。那以我们这些使用者来讲，我在意的是它的效能。那至于说更改它设计，如果是整个机壳外形的话，我反而会有点担心，说他们又想要去玩那个更轻薄的方式。那说真的，我宁可保留现在更好的散热，不要像2016年那个时候改款一样，把全部做得很轻薄，然后散热烂到爆，然后变成使用体验超糟。Pro 机种你买来就是要稳定的工作，好的散热，好的风扇。那设计外形不用太轻薄，至少绝对不要去牺牲掉它的散热。那如果你只是一般文书使用啊，没有什么这种强效需求的话，也是有 Air 的选择可以让你选。那有人问说 iPad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推出？那毕竟 M3 都出来了，那如果现在我觉得要以 M3 为重点，他们这个邀请函有一个 Finder 的图示，我觉得不太像是 iPad。但是我们就讲一个远一点，就是大家幻想一下，我们是期待 iPad Pro 可以更接近 Mac。那因为现在 iPad OS 的用法啊，你即使有 iPad Pro 这个机型，我觉得这个处理器在上面用起来还是非常的浪费。那 M3 处理器在推出来，理当也是要给 iPad Pro 使用嘛。那 M2 会下放给 Air。那所以推不推出这个 M3 的 iPad Pro 对我而言呢，我觉得我期待的是，如果有，那还不如说不只是处理器的升级，或者说你 iPad Pro 整体要做一个什么比较大的更新，它使用模式是不是可以更接近 Mac？ 那就是给我们一个解放版本的 iPad Pro， 不然你即使到现在你下放，或者说你专门为了 iPad 做了一个 Final Cut 的版本，还是一样被那个 OS 的操作啊这些使用模式去限制住它的能力。那其实我们要的就是一个1:1的使用方式。那如果你这些触控界面要加一些有趣创意的方式的话，再另外加上去，而不是说拔掉很多重要的功能，然后放到 iPad Pro 上面的一个专业软体。重点还是本来的功能一样不能少啊，这些使用方式都能完整的移植过去，这个才有它的意义存在。那以我自己来讲，我目前使用的是 M1 Max 的这一台 MacBook Pro， 然后14寸的。那不夸张，其实从 M1 MacBook Air 开始，我真的对他们这一系列的产品都超级满意，几乎算是近年来我最满意的苹果产品，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那整天都在推别人入坑，但是我当时选配上是算比较偏于保守。第一，在记忆体的部分比较保守；那第二，在它的 SSD 的地方呢，我
当初也只有选到2个 TB。那当然我们也使用外接硬碟啊，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处理一些按键，想要快速转档啊，是在外面啊飞机上要剪片的时候，但还是有足够容量的 SSD， 不用再另外接外挂，会比较方便一点。那还有另一点，它的续航力真的是非常强哦，我可以长时间就坐在那边剪片，有时候剪到已经忘了去想说它到底还剩下多少电量，这种情况下我都能把那片剪完。那这些使用方式在过往的笔电上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那为什么现在会让我有点想说，M3 Max 推出的时候可能会想更新的这个念头呢？那首先啊，现在的 iPhone 可以拍到照片2400万、4800万画素，那影片也可以拍到 Lockdown。上次我在剪 iPhone 15 Pro Max 1个月心得的时候，就是放入比较多4800万画素的照片啊，还有 Lockdown 的影片，然后整个在输出啊 render 的时候，其实就有点缓慢下来。然后加上我上次拍徕卡 M11 还有徕卡 Q 的时候，他们的照片指数是6000万画素，真的放个几十张进去，在剪的时候还有输出的时候，真的还是蛮吃力的。同时你在前面的时候发现一点小错误，再重新要再输出的时候，那等待的时间又是更长。那这一次我会想怎么配呢？当然是如果价格或者是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我会想买到 M3 Max。那记忆体的话，可能会考虑配到顶，或是至少接近顶的阶段。那 SSD 的话，我觉得我至少会想选到4个 TB。那在条件允许的话，当然想选到最顶，不管它可能是8个 TB， 应该现在最多就是8个 TB 吧。那至于尺寸的部分，我现在用的是14寸的嘛。那当初其实就是想要一个轻便轻巧，有时候出去在外面的时候要背着它的时候是比较简单去携带，然后很多包包也比较装得下。但现在发现我常常为了陪家人，我可能是在客厅或是餐厅使用我的电脑剪片跟处理公事，然后加上年纪的增长，发现14寸的萤幕可能有点不太够用。那当然是越大的萤幕，让我同时在处理这些工作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对眼睛也是更加舒服，所以我可能会考虑选到16寸的版本。那同时间我们知道16寸的版本在先前来讲，它都会有一个更强效的模式，就在你插电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像我们在办公室使用的时候，真的有些时候很多片要很快的输出，或许我可以去尝试那个模式，看它的使用效能怎么样。所以这是我这次如果会选到 M3 Max 的话，可能会想要选的规格跟配备跟尺寸。OK， 好，那这个就是现在发表会我们的看法，邀请函发出来，还有下礼拜10月31早上是在台湾的早上，这个是还蛮有趣的时间点。那会不会直播呢？我们看到时候的时间安排怎么样。那如果大家有希望我们直播啊，一起来看这个发表会的话，一起来讨论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OK， 那或是你们对这个发表会的产品有什么想法跟看法想分享，都可以在下面让我们知道。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片见，拜。